我叫楚昭昭。再次睁眼时，指尖还残留着银行卡的冰凉触感，眼前是熟悉到令人作呕的客厅。哥嫂瘫在沙发上剔牙，碎屑落在地板上。爸妈围着5岁的小侄子楚耀祖，在地毯上逗弄嬉闹。餐桌上只剩残羹剩饭，连块完整的菜叶都没有。上一世，我就是在这天举着500万中奖银行卡冲进家门，喊着能还清家里债务，换来的却是全家弃我而去，留我被债主砍死在高温末世里。还杵在门口干什么？赶紧把碗筷收了，放在那儿，碍谁的眼呢？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又加班了？那下个月加班费肯定不少吧？正好耀祖要交学费了，你多加班。我攥紧口袋里的银行卡，指甲嵌进掌心，脑海里炸开前世妈妈冷漠的嘶吼，恨意像毒藤缠紧心脏。我却只能勉强扯出笑容，掏出手机，离高温灾难只剩3天，必须先稳住这群吸血鬼。今天是你发工资的日子吧？赶紧把工资都给妈，这一大家子人都等着米下锅呢。我现在把工资转给你，放心吧。转账成功的提示音响起，妈妈脸上的假笑瞬间收起，挥挥手，像赶苍蝇。行了，桌子上给你留了饭，赶紧吃完，把碗洗了。也不知道怎么的，这天越来越热了，不赶紧洗一会儿就有味儿了。我盯着餐桌上几乎见底的汤碗，深吸一口气，压下翻涌的恶心。上一世我就是这样被他们吸血半生，最后落得尸骨无存。公司临时安排我出差3天，今晚就得走。我收拾收拾东西，马上就走，车在楼下等着呢。3天？那家里的活谁干？家里这么多人，衣服一天不洗就堆成山，这些活儿你指望我干啊？你那工作不是不用出差吗？你该不会是想骗我们吧？妈，你看看这个赔钱货，肯定是有2心了。按我说，就该早点把她嫁出去，还能换点彩礼。哥哥的眼神像在打量一件商品，我攥紧拳头，指甲掐得掌心生疼，缓缓开口抛出诱饵。这次出差有补贴，有3000块钱。好，那赶紧进房间收拾东西，别让车等久了。有补贴就好，有补贴就行。我转身走进狭小的房间，关上门的瞬间，所有伪装轰然崩塌，上一世的惨状在眼前回放。爸妈带着哥嫂和耀祖连夜逃亡，我被债主堵在屋里，乱刀之下，鲜血浸透衣衫，最后在50多度的高温里，眼睁睁看着自己变成干尸。我狠狠抹掉眼泪，眼神变得冰冷决绝。我必须在3天内做好万全准备，亲眼看着他们付出代价。我拉开衣柜，里面只有几件洗得泛黄、领口松垮的旧衣服，这就是我在这个家10几年的全部家当。我随意把衣服塞进背包，拉开房门时，客厅里的4人连头都没抬，仿佛我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佣人。出差完就赶紧回来，家里一堆活呢，别想着躲在外面偷懒。这股热意正是末世降临的前兆。凭着上一世的记忆，我快步走到小区门口的便民超市，抬手敲响了紧闭的卷帘门。超市是一对老夫妻开的，1楼是铺面，2楼带住房。前几天听邻居说，他们要去邻市帮女儿带孩子，正急着转让。卷帘门缓缓升起，露出老爷爷憨厚的脸，老奶奶站在后面，手里还拿着打包好的行李。爷爷奶奶，听说你们超市要转让。小姑娘，你是真心要？连房带货，我们要120万，不还价。我毫不犹豫点开手机银行，输入金额确认转账。老夫妻看着到账提示，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你这孩子怎么不还价就转钱了？我着急用，你们放心，东西我都会好好保管。谢谢你啊，小姑娘。我们女儿女婿在邻市也开超市，物资够的。送走老夫妻，我立刻打开手机，联系了太阳能板安装和房门加固公司。上一世末世爆发3天后，全市断水断电，高温炙烤下，阳光就是唯一的希望。小姑娘，这是市面上最耐用的太阳能板，只要有太阳就有电。大门用的是军工级材料，除非用大炮轰，否则绝对打不开。2楼阳台也换成了防弹落地窗，你住在这里绝对安全。我千恩万谢送走师傅，刚走到2楼阳台，就看到妈妈和哥哥带着楚耀祖从超市门口经过，赶紧缩回身子躲在窗帘后。妈，等那个赔钱货回来，咱们就联系老刘家。没错，他1个月那点工资，猴年马月才能挣到30万。耶，卖了小姑姑就有糖吃喽。我的心猛地一沉，老刘家的儿子是个50岁的跛脚官夫，上一任老婆就是被他打死的，还留下3个没人管的孩子。孩子气得欢呼，像针一样扎进耳朵。我死死咬住嘴唇，直到尝到血腥味才松开。我转身下楼，走进超市仓库，米面粮油堆得满满当当，足够我一个人吃好几年。做完这一切，我靠在仓库的货架上，看着满屋子的物资，心里终于有了一丝底气。这一世，我不会再任人宰割，楚家欠我的，
我会让他们连本带利在末世里一一偿还。空调和冰柜送到时，太阳已经升到头顶，安装师傅忙到天黑才完工。5台冰柜并排放在仓库，10台空调分别装在2楼卧室、客厅和1楼铺面角落。我打开空调，凉爽的风瞬间吹散满身热气。我靠在沙发上，拿起手机翻看。这2天家里人没有给我发过一条信息，打过一个电话。意料之中的冷漠，却还是让我心里泛起一丝嘲讽。上一世，我就是被这虚假的亲情蒙蔽，才落得那般下场。第3天清晨，手机突然疯狂震动，屏幕上跳动着妈妈的名字。我眯起眼睛，按下接听键。我没有正面回应，只是啊的应付着。妈，我这边还有点事，忙完再跟你说。吃的喝的已经足够，现在最缺的是药品和防身工具。显然已经有人察觉到了异常。我快步上前，把货架上仅剩的消炎药、感冒药、外伤药全部装进购物篮，又冲到医疗器械区拿了几卷绷带、消毒水和止血粉。家里人多，备着放心。上一世我就是因为没有防身工具，才被债主轻易得逞。走进装备馆，我直接冲向武器区，狼牙棒拿10根，望远镜拿3个，无人机选续航最强的，一口气买了5台。楚昭昭，你是不是中彩票了？我们都看到新闻了，领奖的人分明是你。接电话，你现在马上接电话。我们这是个小城市，中了500万的大奖，媒体自然大肆报道。就算我领奖时戴了帽子和口罩，他们也能认出我。驱车回到超市，刚要关上卷帘门，就看到小区门口站着一个小小的身影。小姑姑，小姑姑在这儿。我心里一惊，赶紧闪身进屋，用力关上卷帘门，后背紧紧抵住门板，心脏狂跳不止。我刚跑到2楼阳台，就听到1楼传来砰砰砰的砸门声，哥嫂的叫骂声透过门板传了进来，尖锐又刺耳。楚昭昭，我就说你出差是骗人的，你这3天都躲在这里是吧？赶紧给我滚出来，否则我就把你这门砸了。砸门声越来越响，门板微微震动。我站在2楼阳台，双手环胸，冷冷地听着楼下的闹剧。你看这大中午的这么热，药组还这么小，你就忍心吗？你难道要因为那点奖金就不认爸妈了吗？咱们都是一家人，你可不能这样啊！家里欠了钱，你也不是不知道，你不是一直很听话吗？这是怎么了？妈妈声泪俱下的哭喊。若是上一世，我定会心软开门，可现在听来，只觉得无比讽刺。他从来没把我当家人，只是把我当成可以无限吸血的工具。楚昭昭，我给你脸了是吧？赶紧给我滚出来！你看看，这刚有了钱就不认家里人了。我告诉你，楚昭昭，你别装不在。药组都看到你进去了。我深吸一口气，推开阳台窗户，冰冷的目光扫过楼下面目可憎的5人。有了哥哥，还要我来给他当牛做马吗？那个50岁的官夫，你们还是让嫂子去嫁吧。显然没想到我会知道老刘家的事。哥哥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眼神里满是诧异和恼怒。我们的争吵很快吸引了不少小区居民，大家围在周围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老楚啊，不是我们说你，孩子这是寒心了。你们重男轻女也忒严重了。昭昭一个女娃起早贪黑上班，人都瘦脱相了。孩子，他们好歹是你亲爹妈，有什么事开门好好说，别吓无不是的父母。我再问一遍，你再这样就是不孝，我们可就报警了。我没有理会他们的议论，只是低头看着手表，距离高温灾难降临还有半个小时。周围的居民开始下意识地擦汗，脸上露出烦躁的神色。3、2、1，滴滴滴滴滴滴，所有人的手机突然同时响起急促的灾难预警警报，尖锐的声音划破闷热的空气。紧急通知，本市即将爆发极端高温灾难，气温将升至50度以上，请市民立即回家。关闭门窗，储备饮用水和食物。所有人的脸色瞬间大变，取而代之的是惊慌失措的叫喊。人群一哄而散，大家争先恐后的往家里跑。楼下很快只剩下楚家5口，脸色惨白的站在原地。警报声停止后，空气仿佛被点燃，温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飙升，热浪扑面而来，让人喘不过气。楚药组最先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呜呜呜，好热好热，热死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耀祖乖，我们这就回家，回家开空调。爸妈顾不上再跟我纠缠，赶紧抱起楚耀祖，转身就往小区里跑。哥哥临走前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行了，先回家吧，孩子热着呢，等气温降下来了咱们再来。放心，他跑不了。我看着他们狼狈逃窜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容。我回到屋里，
从1楼货架上拿了些羊肉卷、青菜和丸子，给自己煮了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窗外是50多度的高温炼狱，屋内是凉爽的空调和鲜香的火锅。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我心里积压多年的怨气终于消散了一些。吃饱喝足后，我打开手机，连接上之前装在家里的监控。刚才新闻里说了，让居民近段时间都别出门。孩子他姑出去这么多天，家里没人买菜，菜早就吃完了，能吃的东西不多了。咱们家5口人呢，药组还这么小。放心吧，我了解昭昭，等晚点他气消了，我给他打个电话，他肯定不会放着咱们一家人不管的。他肯定提前知道了消息，否则无缘无故盘个超市下来干什么？上一世他们怎么对我的，这一世我就要原封不动的还回去。屏幕上显示妈妈的名字。昭昭啊，妈知道你委屈，你要是不喜欢那老刘家，妈把这亲事退了就行了。你误会妈了，我这也是为你好。年纪大的男人会疼人，你不喜欢妈就依着你。我直接挂断电话，不等他反应。没过多久，哥哥的信息就开始疯狂轰炸我的手机。你这个小贱人，你非要这么绝情是吧？我告诉你，你不让我们好过，我们也绝不让你好过。末世的日子漫长又无聊，他们正好可以给我解解闷。可半个小时后，我在小区业主群里看到了哥哥发的消息，瞬间眯起了眼睛。他居然想把祸水引到我身上。哥哥在业主群里发了3条消息，让邻居们有需要可以直接去取。各位，我是1206的业主，小区门口那家大超市是我妹妹开的。现在紧急时刻，超市里还有不少米面粮油和生活用品。消息一出，群里瞬间炸开了锅，不少人纷纷附和，显然是被物资冲昏了头脑。真是太谢谢了，我们家正愁没东西吃呢，你真是大好人。我们不占便宜，该多少钱就多少钱，能有吃的就感激不尽了。中午还看到你们跟你妹妹吵架，她真会愿意吗？我再问一遍，你安的什么心思？管他什么心思，有东西就行，难道要让老人孩子饿死吗？我翻看着群里的消息，手指微微收紧。哥哥这步棋确实毒辣，他知道对付不了我，就想利用整个小区的人来逼我就范。但他忘了我加固的大门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打开的。按照师傅说过，除非用大炮轰，否则谁也进不来。又把几个沉重的货架推到门后，进一步加固。做好这一切，我才松了口气，回到2楼继续追剧。反正他们进不来，就让他们在外面积累够失望和绝望吧。第二天一大早，手机再次响起，还是妈妈的电话。耀祖昨晚饿得嗷嗷哭，家里只剩面粉大米了，你让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办？我没等他再说下去，直接挂断了电话。我再次挂断电话，心里没有丝毫波澜。我走到2楼阳台，掀开窗帘，一脚往下看。那天你和你爸妈吵架，我们可是帮你说话了，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呀。我关上窗户，不再理会他们的叫喊。高温天气下，他们在太阳下根本坚持不了多久，很快就会自行散去。末世里，人只能先顾好自己。我能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一方天地，看着那些伤害过我的人一步步走向毁灭。手机屏幕亮起，楚家5口齐刷刷跪在镜头前，背景是昏暗闷热的客厅，他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身上。妈妈哭得声泪俱下，眼角的皱纹里塞满了虚伪的悔恨。哥哥和爸爸低着头看不清表情，嫂子在一旁抹着不存在的眼泪。家里没电了，手机都快关机了，一点吃的都没有了。你看看耀祖，都快不行了。楚耀祖趴在妈妈怀里，脸色蜡黄。你让我们过来吧，求求你了，昭昭，妈都给你跪下了。他姑啊，是我错了，求求你发善心，救救我们。你救救耀祖，他以后长大了会孝敬你的。我嫁进来也没苛待过你啊。我说过了，我跟你们不是一家人。不如想想别的办法。我的话还没说完，视频画面突然一黑，想来是手机彻底没电了。我放下手机，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我从物资堆里取出无人机，固定好摄像头，遥控着它，悄悄飞进小区，对准1206的窗户。10分钟后，手机传回画面。这个贱人，当初就该早点把她嫁出去换彩礼，不，嫁出去都便宜了她，就该把她卖掉，让她千人骑万人压。要是现在我手上有一把刀，我都恨不得马上把她捅死，吃她的肉，喝她的血。他骂得越脏，我心里就越痛快，积压多年的怨气像是找到了宣泄口。我打开小区业主群，手指飞快敲击屏幕，发出一条让所有人都沸腾的消息：有偿上门代打，目标1206楚家，打谁都可以。凭借现场视频，可领取米面、泡面等生活物资，无人机送货上门到阳台。发完消息，我给自己温了一杯牛奶，窝在沙发里，静待好戏开场。末世里，物资就是最好的催化剂，我笃定他们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客厅瞬间陷入混乱，几个被楚家坑过的居民冲了进去，
拳头和棍棒落在爸爸和哥哥身上，没人理会他们。毕竟在这场灾难里，女人和孩子的价值远不如2个壮劳力。爸爸也被打得鼻青脸肿，蜷缩在墙角呻吟。居民们打够了，纷纷拍下视频发给我，报上房号。我信守承诺，操控无人机，一家一家送去物资。第二天一早，我睡到自然醒，第一时间打开无人机监控，查看楚家的情况，同时在业主群里发了通知，终止代打服务。1206里一片狼藉，地上的血迹已经干涸，妈妈正用破布给他擦拭伤口。现在怎么办？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了，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饿死的。我冷笑一声，关掉监控。他到现在还抱有幻想，以为亲情能换来食物和生存的机会，真是天真的可笑。我每天通过无人机观察楚家，看着他们一天比一天虚弱，互相埋怨，丑态百出。都是你，整天骂女儿是赔钱货，要不是你，女儿会跟我们离心吗？咱们现在至于这样吗？都是你，从你嫁进来就开始为难她，有你这么当嫂子的吗？你这个贱人，你真该死！楚耀祖坐在一旁，不哭不闹，只是冷冷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眼神里没有丝毫孩童的纯真，只有与他年龄不符的冷漠和贪婪。又过了2天，1206彻底安静了下来，挣扎着站起身，踉跄地走到阳台上。姑姑，肯定是姑姑。他一眼就看到了超市2楼阳台的我，兴奋地挥手。客厅里的4人听到动静，也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爬到阳台上。我拉开窗户，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夹杂着汗水和腐朽的味道，额头撞在阳台栏杆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我静静地看着他们，许久后才轻声开口：“我救不了你们。”我按下遥控器，无人机开始往回飞，心里默默补上一句：就像上一世的我，也救不了自己。就在无人机返程的瞬间，我看到楚耀祖突然像疯了一样猛地冲向爸妈，双手死死抓住他们的胳膊，用力往后一拽，阳台上瞬间乱成一团。我还没看清具体发生了什么，不想再看那边的惨状。他们住在3楼，掉下去不会立刻死去，但在50多度的高温下，几天没吃没喝，根本活不成。我靠在窗边，心情复杂。没过多久，楼下传来楚耀祖的哭声，想来是看到爸妈没有动静，知道自己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小区里的情况越来越糟，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高温、饥饿和缺水倒，丧尸的嘶吼声也越来越近。上一世高温末世后期，会有部分人因为极端环境变异成丧尸。我加强了超市的防御，在超市周围设置了更多的陷阱，用铁丝网围起后院，又在门口安装了感应警报器。这天中午，警报器突然响起，我通过监控看到几个穿着破烂衣服的人正试图翻越铁丝网闯进超市后院，他们手里拿着铁棍和菜刀，眼神贪婪，显然是被超市里的物资吸引了。快，翻过去，里面肯定有吃的喝的。小心点，别被发现了。举起之前购买的弩箭，对准其中一个人的肩膀，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咻的一声，弩箭精准地命中目标。那个人惨叫一声，从铁丝网上摔了下去，剩下的人吓得魂飞魄散，再也不敢停留，扶着受伤的人狼狈地逃跑了。我放下弩箭，心里清楚，这只是开始。随着物资越来越匮乏，会有更多的人铤而走险，想要抢夺我的超市。我打开手机查看银行卡余额，还有280多万，这些钱在末世里无法流通。傍晚时分，我通过无人机看到1206的阳台空无一人，楚耀祖哥哥和嫂子不见了踪影。我放大镜头，在楼道里看到了他们的身影，似乎在寻找食物。他们的目标是楼道里其他住户的房门。这间房好像有人，我听到里面有动静。砸开它，里面肯定有吃的。我看着他们疯狂地砸着邻居的房门，心里没有一丝同情。上一世这些邻居大多冷眼旁观我被楚家欺负，甚至有人落井下石，现在不过是自食其果。就在这时，小区门口传来汽车的鸣笛声，救援队的到来让死气沉沉的小区瞬间有了一丝生机。不少幸存者从家里跑出来，挥舞着手臂，脸上露出绝望后的狂喜。大家不要慌，排队登记，我们会把大家转移到安全区。安全区里有充足的物资、医疗设备和降温设施，大家放心。我站在2楼阳台，看着楼下欢呼雀跃的人群，心里却有些犹豫。再等等，观察一下情况。林默点了点头，继续警惕地盯着楼下的动静。我通过无人机看到哥哥和嫂子带着楚耀祖也冲到了登记点，挤在人群中拼命往前凑。救援队同志，救救我们，我们快饿死了。是啊是啊，我们家还有孩子，求求你们给点吃的。救援队员给了他们几瓶矿泉水和面包，让他们排队登记。楚耀祖看着爸爸手里的面包，眼神贪婪，突然伸手抢了过来，大口咬着，嘴里还发出呜呜的声响。你个小兔崽子，敢抢我的东西！哥哥抬手就要打楚耀祖，却被救援队员拦住了。别打孩子，大家都是幸存者，要互相照顾。我关掉无人机，心里冷笑，楚家人的本性到了哪里都不会改变。就算到了安全区，他们也迟早会因为争抢资源再次陷入绝境。就在这时，林默突然指向楼下，
救援队长还想说什么，却被身边的队员拉了一下，示意他不要强求。好吧，如果你改变主意，可以随时到中心广场找我们，这是应急联络器，有危险可以随时呼叫我们。我接过救援队长递来的应急联络器，关上了小窗口，重新反锁大门。林默走到我身边，表情凝重。楚小姐，救援队看起来很正规，但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还是要加强警戒。救援队的出现打乱了我的计划，也让我意识到末世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就在这时，我的无人机传来警报，屏幕上显示哥哥和嫂子正带着楚耀祖悄悄绕到超市后院，眼神不善地盯着后院的铁丝网。无人机的镜头里，哥哥正费力地搬起一块石头，嫂子和楚耀祖在一旁放风，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启动了后院的感应喷水装置。这是我之前为了防范小偷安装的，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唰的一声，啊，好冷！楚家人，你们还真是阴魂不散。我关掉电源，看着地上的楚耀祖，心里没有丝毫怜悯。他是楚家的人，身上流着和他们一样冷血的血。楚小姐，要不要放他进来？不用，把他拖到小区广场，交给救援队。林默点了点头，打开后院的小门，将楚耀祖拖了出去，送到了中心广场的救援点。我通过无人机看到，哥哥和嫂子看到楚耀祖被救援队带走，不仅没有丝毫担心，反而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转身挤进了前往安全区的车队。他们果然抛弃了楚耀祖，我心里没有意外，只有一丝嘲讽。救援队的车队很快出发，朝着安全区的方向驶去。小区里剩下的幸存者不多，大多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孩子，还有一些像我一样不愿意离开的人。接下来的几天，小区里相对平静。我和林默加固了超市的防御，清理了周围的丧尸，囤积的物资也足够我们使用很长一段时间。应急联络器突然响了起来，传来救援队长焦急的声音：“楚小姐，不好了！安全区爆发了内乱，有人抢夺物资，还出现了变异丧尸，我们请求支援。”是的，他们的速度和力量都比普通丧尸强很多，我们的队员伤亡惨重。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这一事来得这么早。楚小姐，我们要不要去支援？我挂断了应急联络器，心里清楚，安全区已经不再安全，这场末世远比我想象的还要残酷。就在这时，超市门口突然传来剧烈的撞击声，伴随着变异丧尸的嘶吼声。我和林默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警惕。楚小姐，他们来了！变异丧尸的嘶吼声震耳欲聋，大门被撞击得砰砰作响，门板上的裂缝越来越大。我和林默握紧武器，严阵以待。这些变异丧尸比普通丧尸高大许多，皮肤呈灰黑色，指甲尖锐如刀，撞门的力量惊人，加固过的大门都摇摇欲坠。楚小姐，他们的弱点应该还是头部，我们集中攻击头部。好，你负责左边，我负责右边。哐当一声巨响，大门被撞开一个缺口。哼，去死！我举起狼牙棒，狠狠砸在变异丧尸的爪子上，只听咔嚓一声，斧刃正中他的额头，黑红色的血液喷溅而出，变异丧尸倒在地上，不再动弹。但更多的变异丧尸冲了上来，他们踩着同伴的尸体，疯狂地往超市里挤。我和林默背靠背作战，挥舞着武器，不断地攻击冲进来的变异丧尸。就在这时，一只变异丧尸突然从侧面冲了过来，朝着我的后背扑去。小心！林默猛地推开我，自己却被变异丧尸扑倒在地。变异丧尸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林默的脖子咬去。林默，我毫不犹豫地举起狼牙棒，狠狠砸在变异丧尸的后脑勺上。你怎么样？没事，小伤。我快速拿出医疗箱，给林默的伤口消毒包扎。超市里的货架被撞得东倒西歪，物资散落一地。好。林默举起消防斧，挡在门口，奋力抵挡着变异丧尸的进攻，将汽油泼在变异丧尸身上。砰的一声，我点燃了打火机，扔向人群，火焰瞬间燃起，吞噬了冲在前面的变异丧尸。他们发出凄厉的嘶吼声，纷纷后退。我们靠在门上，大口喘着气，脸上和身上都沾满了血污和灰尘。暂时安全了。我走到2楼阳台，掀开窗帘，一脚往下看。变异丧尸被火焰阻挡，聚集在超市门口不肯离开，眼神凶狠地盯着超市，像是在等待机会。林默，你看，是救援队。然而当车辆靠近时，我们才发现车上下来的并不是救援队，而是一群穿着黑色制服的人，手里拿着专业的武器，看起来像是某个私人武装组织。他们是谁？黑色制服小队的火力凶猛，变异丧尸在枪口下纷纷倒地。我和林默缩在2楼阳台角落，透过窗帘缝隙观察，显然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队伍。优先确认物资情况。队长，超市大门加固过，看起来有人驻守。喊话，让里面的人开门。林默握紧消防斧，眼神警惕。官方小队，末世刚爆发不久，怎么会有这么专业的队伍？不好说，
先看看他们的诚意。现在冒充救援的暴徒太多，我们有官方颁发的行动徽章，现在展示给你看。无人机镜头里，队长掏出一枚银色徽章，上面刻着"应急救援"字样，还有官方印章图案。我和林默对视一眼。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收集幸存者信息，统计物资储备，建立临时安全点。我们检测到你这里有大量物资，可以协调，但我有条件，你们必须保证我的安全，不能强行征用。没问题，我们尊重个人物资所有权，协调是自愿原则。我和林默商量后，决定打开侧门，让队长一人进来沟。侧门打开，队长走进超市，身上带着淡淡的消毒水味，眼神坦诚。我叫陈峰，负责这片区域的救援。楚小姐，感谢你的配合。我们已经在城郊建立了安全点，有医疗设备和降温系统。如果你愿意，可以带着物资和我们一起去安全点，那里更安全。我暂时不打算离开，这里的防御足够应对危险。就在这时，无人机传来警报，屏幕上显示楚耀祖正偷偷跟在小队身后。他趴在超市后院的草丛里，眼神阴鸷，手里还攥着一块锋利的石头。不好，楚耀祖跟过来了，是他家人都因自己的自私丧命，现在只剩他一个，心思歹毒，朝着侧门跑来。小姑姑，开门，让我进去。我知道错了。你别过来，这里不欢迎你。楚耀祖不听劝阻，加快脚步冲向侧门。陈峰眉头一皱，抬手示意队员拦截。站住！再过来就采取强制措施。楚耀祖被队员拦住，情绪瞬间失控，拿起石头就朝着队员砸去。队员轻松制服楚耀祖，将他按在地上。楚小姐，这孩子交给你处理，还是交给我们带回安全点？交给你们吧，他留在我这里是隐患，但请别伤害他。陈峰点头，示意队员将楚耀祖带走。这是安全点的坐标和联络方式，有需要可以找我们。陈峰留下联系方式后，带着队员离开了超市。我关上门，重新加固防御。现在怎么办？要不要相信他们的安全点？暂时观望安全点，人多眼杂，未必比这里安全。我打开无人机，看着楚耀祖被带上卡车，心里没有丝毫波澜。但我没想到，这只是暂时的平静，更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酝酿。官方小队离开后的第3天，超市周围的变异丧尸明显减少，小区里的幸存者开始零星活动。我通过无人机观察，发现有几个幸存者组成小队，在楼道里搜寻物资，偶尔会发生争抢冲突。这天中午，我正在整理仓库，突然听到后院传来轻微的响动。楚小姐，有情况。我和林默冲到后院，发现铁丝网被人剪开了一个小口，地上还有新鲜的脚印。是楚耀祖，他跑回来了。脚印朝着小区方向延伸，我立刻放出无人机追踪，果然在1206楼道里发现了楚耀祖的身影。他正和几个流浪幸存者密谋着什么，手里拿着从官方小队那里偷来的匕首。你确定超市里有很多物资？当然，我小姑姑中奖了。超市里米面油堆成山，还有空调和冰柜，里面的物资我们平分。好，我们听你的，今晚就动手。我看着屏幕里楚耀祖的嘴脸，心里一阵冷笑。我们要不要提前动手？在超市周围安装了感应式警报器，气温稍微降低。楚耀祖带着5个流浪幸存者偷偷摸到超市门口。就是这里，大门加固过。我们从后院的铁丝网进去。他们小心翼翼地剪开铁丝网，刚钻进后院，警报器就发出刺耳的声响。既然来，就别走了。我通过扩音器喊话，同时打开后院的探照灯，强光将后院照得如同白昼。楚耀祖和流浪幸存者被强光晃得睁不开眼，脚下一滑，摔倒在地。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我们投降，是楚耀祖蛊惑我们的。几个流浪幸存者立刻举手投降，只有楚耀祖还在顽抗，拿起匕首就朝着大门冲来。小姑姑，我要杀了你！你毁了我的家，我也要让你不好过。我早有准备，按下开关，门口的汽油桶自动倾倒，汽油顺着地面流淌。我点燃打火机扔了过去，火焰瞬间燃起，形成一道火墙，挡住了楚耀祖的去路。啊！我的衣服！楚耀祖的衣角被火焰点燃，吓得他疯狂拍打。要不要追？不用，他跑不远。而且，经过这次教训，他不敢再轻易来招惹我们。
我叫来了官方小队，将投降的流浪幸存者交给他们处理。楚小姐，多谢你配合。楚药组，我们会派人搜寻。麻烦你们了。他太危险，不能让他再危害其他幸存者。官方小队离开后，我站在2楼阳台，看着漆黑的夜空，末世里人性的恶被无限放大，楚药组只是一个缩影。我知道平静只是暂时的，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危险和挑战，但我已经不是上一世那个任人宰割的楚昭昭。这一世，我会守住自己的一方天地，好好活下去。就在这时，无人机传来新的警报，屏幕上显示小区东门出现了大量变异丧尸，正朝着超市的方向移动。变异丧尸的嘶吼声划破夜空，越来越近，无人机镜头里黑压压的一片，至少有几十只。不好，是尸潮，他们怎么会突然聚集过来？可能是楚药组逃跑时引来的，也可能是被超市的灯光和声音吸引。我和林默立刻行动起来，关闭所有不必要的灯光，加固大门和侧门，将货架推到门口作为屏障。林默，你负责1楼防御，用消防斧和狼牙棒攻击靠近的丧尸。我去2楼用弩箭支援你，瞄准他们的眼睛射击。好，注意安全。尸潮很快冲到超市门口，疯狂地撞击大门，门板发出砰砰的巨响，仿佛随时都会被攻破，朝着侧门扑来。林默反应迅速，我拿起2把狼牙棒，冲到1楼，和林默背靠背作战。变异丧尸源源不断地冲过来，我们挥舞着武器，手臂酸痛难忍，身上沾满了黑血和污渍。一只体型格外庞大的变异丧尸出现了，它比其他丧尸高大1倍，皮肤坚硬如铁，普通的攻击根本无法伤它分毫。哦！巨型变异丧尸一拳砸在大门上，门板瞬间凹陷下去，出现一道巨大的裂缝。不好，这只丧尸是首领，攻击他的眼睛。林默点点头，举起消防斧朝着巨型变异丧尸的眼睛劈去，却被他用手臂挡住，斧刃只在他手臂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划痕。他的皮肤太硬了。巨型变异丧尸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我扑来，我侧身避开，狼牙棒狠狠砸在他的后脑勺上，他只是晃了晃脑袋，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就在这危急时刻，远处传来了枪声，巨型变异丧尸应声倒地，脑袋被一枪击中。是官方小队，陈峰带着队员赶来支援，他们手持重型武器，对着尸潮疯狂射击，变异丧尸纷纷倒地，腥臭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楚小姐，这次尸潮很不寻常，似乎是被人刻意引导过来的。是楚药组，他肯定怀恨在心，想借尸潮报复我。我们已经加大了搜寻力度，一定会找到他。官方小队留下几个人帮忙清理尸体，然后离开了超市。我和林默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浑身酸痛。楚小姐，这次真的太危险了，要不我们还是去安全点吧。再等等，我想看看楚药组的下场。身边还跟着几个被他蛊惑的幸存者。等尸潮攻破超市，我们就去捡便宜。我联系了陈峰，告诉了他楚药组的藏身之处。看着窗外泛起鱼肚白，但末世的危险并没有结束。我知道楚药组只是一个小麻烦，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挑战等着我。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无论遇到什么危险，我都会拼尽全力活下去，守护好属于我的一切。官方小队很快就包围了小区地下室。我通过无人机看到，楚药组被押上卡车时，眼神怨毒地盯着超市的方向，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不用客气，这是我们的职责。对了，安全点现在需要大量的医疗物资，你这里有多余的吗？有，我可以捐出一部分感冒药和外伤药。我让林默整理了几箱药品，交给官方小队带走。接下来的几天，小区里相对平静。我开始利用超市的物资，在院子里种植蔬菜，搭建了简易的温室，确保食物供应不会中断。楚小姐，你还会种植？上一世，末世后期，食物短缺，我跟着幸存者学过一点，没想到这一世能派上用场。这天下午，我正在温室里浇水，我走到2楼阳台，看到一辆越野车停在超市门口。小姑娘，我们女儿那边的超市被变异丧尸攻破了，我们没办法，只能回来投奔你。心里有些不忍，快进来吧，外面不安全。我打开大门，让老夫妻进来，给他们倒了水和食物。我们可能早就死了。不用谢，互相帮助是应该的。老夫妻的到来给冷清的超市增添了一丝人气，他们主动帮忙打理温室和超市卫生，让我和林默轻松了不少。然而平静并没有持续多久，安全点传来消息，楚药组煽动安全点的幸存者闹事抢夺物资，还打伤了工作人员。
楚小姐，楚耀祖太狡猾了，他利用其他幸存者的不满，煽动他们闹事。现在安全点一片混乱，他想干什么？想让安全点的幸存者来围攻你。楚小姐，我们现在怎么办？安全点有几百个幸存者，要是他们真的来围攻，我们根本抵挡不住。我打开小区业主群，发了一条消息，附上楚耀祖煽动闹事、偷官方小队武器的视频。楚耀祖的真面目大家都看到了，他只是想利用你们，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可以向安全点捐赠一部分物资，但必须由官方小队统一分配。楚耀祖必须受到惩罚。消息一出，群里瞬间炸开了锅，很多幸存者都对楚耀祖的行为感到愤怒。没想到楚耀祖这么坏，居然煽动我们闹事。楚小姐已经捐过一次物资了，我们不能再得寸进尺。支持楚小姐，把楚耀祖关起来。安全点的幸存者看到消息后，也纷纷倒戈，要求官方小队严惩楚耀祖，不再围攻超市。楚小姐，谢谢你。安全点的混乱已经平息，楚耀祖被我们关了起来，不会再闹事了。但我知道楚耀祖不会这么轻易放弃，他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带来危险。我看着窗外，心里暗暗决定，等安全点的情况稳定下来，就亲自去一趟，彻底解决掉楚耀祖这个隐患。就在这时，无人机传来警报，似乎是冲着安全点去的。无人机镜头里，变异丧尸如同潮水般涌向安全点，他们嘶吼着撞向围栏，坚固的铁丝网已经出现变形。救援队员们奋力抵抗，但变异丧尸数量太多，渐渐有些力不从心。楚小姐，请求支援，安全点即将被攻破，再不来就来不及了。安全点有专业的防御和武器，怎么会这么快就撑不住？而且速度和力量都远超之前的丧尸。我看着屏幕里混乱的场景，心里陷入挣扎。我不是救世主，没必要为了不相干的人冒险。楚小姐，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如果安全点被攻破，尸潮会扩散到整个区域，我们的超市也会受到威胁。林默和老夫妻的话点醒了我。好，我们支援你们，但我们只有3个人，只能帮你们牵制一部分丧尸。我和林默立刻行动起来，老夫妻则留在超市看家加固防御。我们开车朝着安全点疾驰而去。明白。我们被包围了。坚持住，跟我冲下去，杀一条血路。我和林默、陈峰一起冲下防御塔，挥舞着武器与变异丧尸展开殊死搏斗。黑红色的血液溅满了我们的衣服，手臂酸痛难忍，但我们不敢有丝毫松懈。好，我们一起上。我们3人对视一眼，同时朝着变异丧尸首领冲去。变异丧尸首领察觉到我们的意图，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嘶吼，周围的变异丧尸立刻围了过来。你们掩护我，我去杀了他。好，林默，我们挡住这些丧尸。我和林默背靠背作战，子弹打在首领身上，只留下一个个浅浅的弹孔，根本无法对他造成致命伤害。哦，我心中一急，举起狼牙棒朝着首领的后脑勺狠狠砸去。首领吃痛，转身朝着我扑来，他的利爪划过我的肩膀，留下一道深深的伤口，鲜血瞬间流了出来。楚小姐，小心！林默冲过来，用消防斧狠狠劈在首领的腿上，首领跪倒在地。我抓住机会，举起弩箭，瞄准首领的眼睛，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弩箭精准地刺穿了首领的眼睛，黑红色的血液喷溅而出。嗷！首领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身体剧烈挣扎了几下，倒在地上不再动弹。随着首领的死亡，周围的变异丧尸变得混乱起来，攻击力也明显下降。大家趁现在杀退剩下的丧尸。救援队员们士气大振，纷纷举起武器，朝着混乱的丧尸群冲去。我和林默也加入战斗。经过1个多小时的奋战，终于将尸潮彻底击退。安全点里一片狼藉，到处都是丧尸的尸体和血迹，救援队员们也伤亡惨重。不用谢，我们也是为了自。我看着肩膀上的伤口，疼痛难忍。林默立刻拿出医疗箱给我包扎伤口。楚小姐，对不起，是我们没看好他，我们会派人搜寻他的下落。不用了，他跑不远，迟早会自食恶果。我和林默在安全点休息了一晚，第2天一早便准备返回超市。我们带着物资开车返回超市，刚到超市门口，就看到老夫妻焦急地在门口等候。什么？有人闯进超市？是啊，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手里拿着武器，看起来来者不善。我们快速检查了超市的门窗和围栏，看来我们的超市已经被盯上了，接下来要更加小心。我让林默修复围栏，自己则打开无人机搜索周围的情况。
无人机镜头里，我看到不远处的树林里有几个黑影在晃动，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手里拿着武器，正是昨晚试图闯进超市的人。找到了，他们还在附近徘徊，看来是不死心，主动出击。趁他们还没准备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我和林默带上武器，悄悄朝着树林的方向摸去。树林里的几个人正围坐在一起商量着什么，他们的脸上带着贪婪的笑容。我们今晚再去一次，一定要把超市抢下来。可是昨晚的陷阱太厉害了，我们差点就中招了。怕什么？我们这次带了炸药，直接把大门炸开。我和林默对视一眼，心中一惊，他们居然带了炸药，看来是有备而来。楚小姐，我们怎么办？他们有炸药，硬拼肯定不……给他们设一个陷阱。我和林默悄悄退了回去，在树林的必经之路上挖了一个大坑，里面铺满了尖锐的石头和铁丝网，然后用树枝和树叶将坑掩盖起来。我们躲在不远处的大树后面，等待着他们的到来。他们手里拿着炸药和武器，小心翼翼地前进。黑衣人头目走在最前面，他没有注意到脚下的陷阱，一脚踩空，掉进了大坑里。啊！什么东西？其他黑衣人见状，纷纷停下脚步，想要把他拉上来。动手！我和林默从大树后面冲了出来，挥舞着武器朝着黑衣人砍去。黑衣人毫无防备，被我们打得措手不及。有埋伏！他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林默也不甘示弱，消防斧一挥，砍倒了另一个黑衣人。剩下的黑衣人想要逃跑，却被我们死死拦住。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多管闲事？这家超市是我的，你们想抢我的东西，就要付出代价。黑衣人头目在坑里疯狂挣扎，但大坑太深，他根本爬不上来。我和林默很快就解决了剩下的黑衣人，然后走到大坑边，看着里面的黑衣人头目。我拿起一块石头，狠狠砸在黑衣人头目的头上，他瞬间没了动静。我们清理完现场，返回了超市。经过这几次的危机，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末世里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楚小姐，现在安全了。末世里的危险无处不在，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还有200多万，我们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夜色越来越浓，楚耀祖和武装分子的身影越来越近，一场恶战即将爆发。楚耀祖和武装分子来到超市门口，他们手里拿着枪和炸药，气势汹汹。赶紧开门投降，把超市里的物资交出来。楚耀祖，你执迷不悟，居然和武装分子勾结。我不管，只要能杀了你，抢了你的物资，我什么都愿意做。但大门依然完好无损。什么？居然有防护网？我按下另一个开关，超市屋顶的太阳能板下方突然喷出大量的汽油，汽油顺着屋顶流淌下来，铺满了超市门口的地面。点火！老奶奶点燃了打火机，扔向门口的汽油，火焰瞬间燃起，形成一道火墙，挡住了楚耀祖和武装分子的去路。啊！我的衣服！楚耀祖的衣角被火焰点燃，吓得他疯狂拍打，武装分子们也被大火逼得连连后退，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林默，动手！林默打开超市的侧门，举起弩箭，精准地射向武装分子。弩箭刺穿了一名武装分子的肩膀，他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朝着武装分子砍去。武装分子们被大火和我们的攻击搞得阵脚大乱，纷纷开枪射击，但都没有击中我们。楚耀祖趁乱想要逃跑，却被我一把抓住。楚耀祖，你跑不掉了。小姑姑饶命，我再也不敢了。这一世，我不会再给你伤害我的机会。我举起狼牙棒，朝着楚耀祖的脑袋狠狠砸去。解决掉楚耀祖后，我和林默继续与武装分子战斗。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武装分子们终于被我们全部解决。超市门口堆满了他们的尸体。我和林默靠在门上，大口喘着气，身上沾满了血污。小姑娘，你们没事吧？我们没事，终于解决掉这些麻烦了。我看着超市门口的狼藉，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楚家的人都已经付出了应有的代价，我再也不用被他们纠缠了。但我知道末世还没有结束，危险依然存在。就在这时，天空中传来了直升机的轰鸣声，几架直升机朝着我们的方向飞来，上面印着官方救援队的字样。是救援队？末世是不是要结束了？不知道，但这或许是新的开始。直升机在超市门口的空地上降落，救援队员们从上面下来，朝着我们走来。你们好，我们是官方救援队，奉命前来转移幸存者。我们已经收到消息，正在派人支援。我看着救援队员们真诚的眼神，心里陷入犹豫。市中心的安全区真的安全吗？我和林默老夫妻商量后，决定跟救援队前往市中心的安全区。超市虽然安全，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们简单收拾了一些必需品和贵重物品，锁好超市大门，
登上了直升机，直升机朝着市中心飞去。窗外的城市一片狼藉，到处都是废弃的车辆和倒塌的房屋。经过1个小时的飞行，直升机降落在市中心的安全区。安全区里秩序井然，有专门的居住区域、医疗区域和物资分配区域。幸存者们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楚小姐、林先生、爷爷奶奶，你们先去登记信息，然后会有人给你们安排住处。谢谢。我们跟着工作人员来到登记处，登记完信息后，被安排到了一套2室1厅的房子里。房子虽然不大，但干净整洁，还有空调和热水器，这在末世里已经是非常好的条件了。终于能过上安稳日子了。是啊，多亏了小姑娘，我们才能活到现在。我看着老夫妻欣慰的笑容，心里也泛起一丝温暖。这一世，我不仅救了自己，还帮助了身边的人。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在安全区里慢慢适应着新的生活。林默加入了安全区的巡逻队，负责保卫安全区的安全。我则利用自己的物资和资金，在安全区里开了一家小型超市，为幸存者们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超市的生意很好，幸存者们都很感谢我，因为在末世里能买到新鲜的食物和日用品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天，我正在超市里整理物资，陈峰突然找到了我。楚小姐，好久不见。陈队长，你怎么来了？安全点的情况怎么样了？安全点已经恢复了秩序，多亏了你们的支援。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官方已经研制出了抑制高温的设备，而且正在清理城市里的丧尸，相信用不了多久，末世就会结束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非常激动，这场漫长而残酷的末世终于要迎来终结了。我看着窗外的阳光，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这一世，我终于摆脱了楚家的阴影，靠自己的努力活了下来。就在这时，超市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她是我上一世的邻居张阿姨。昭昭，真的是你？你还活着？张阿姨，是我还活着，太好了。上一世，我听说你被债主砍死了，心里一直很难过。没想到这一世，你居然活得这么好。上一世的事情都过去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活下去。是啊，这一世我也改变了很多，我不再像上一世那样自私自利，学会了帮助别人。我和张阿姨聊了很久，回忆着上一世的种种，感慨万千。末世让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但也让很多人学会了成长和改变。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安全区的广播突然响起：各位幸存者请注意，城市里的丧尸已经基本清理完毕，高温天气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末世即将结束，请大家做好准备，我们将在3天后组织大家返回自己的住所，重建家园。广播声刚落，安全区里就响起了欢呼声，幸存者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终于结束了。是啊，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了。我看着身边的林默和老夫妻，心里充满了感激。如果不是他们的帮助和陪伴，我可能也走不到今天。但我知道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就在末世即将结束的前一天，安全区里突然出现了一只巨大的变异丧尸，它的力量和速度都远超之前的任何丧尸。巨大的变异丧尸突然闯入安全区，它嘶吼着撞向人群，幸存者们吓得四散奔逃。所有人立刻疏散，救援队员准备战斗。救援队员们纷纷举起武器，朝着变异丧尸射击，但子弹打在他身上根本不起作用。哦！变异丧尸一巴掌拍飞几名救援队员，他们重重地摔在地上，口吐鲜血。这只丧尸太强大了，普通的武器根本伤不了它。楚小姐，我们怎么办？它的弱点应该在眼睛或者头部，我们必须想办法攻击它的弱点。我和林默拿起武器，朝着变异丧尸冲去。变异丧尸察觉到我们的攻击，转身朝着我们扑来。他的利爪带着风声，看起来异常。林默，吸引他的注意力，我去攻击他的眼睛。好。林默挥舞着消防斧，朝着变异丧尸的腿砍去。变异丧尸吃痛，转身追着林默跑。我趁机绕到变异丧尸的身后，举起弩箭，瞄准他的眼睛，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弩箭精准地刺穿了变异丧尸的眼睛，黑红色的血液喷溅而出。嗷！变异丧尸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疯狂地摇晃着脑袋，看起来非常痛苦。林默，趁现在。林默趁机冲到变异丧尸的面前，举起消防斧，狠狠劈在他的另一只眼睛上。变异丧尸的2只眼睛都被废掉，他失去了方向感，在原地疯狂地挣扎。大家一起上，杀了他！
救援队员们纷纷冲了上去，用最强大的武器攻击变异丧尸的头部。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变异丧尸终于倒在地上，不再动弹。安全区里一片狼藉，很多幸存者都受伤了，救援队员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解决掉他了。是啊，这下安全区终于安全了。我们清理完现场，救援队员们开始救治受伤的幸存者。我看着受伤的人们，心里有些感慨。末世虽然即将结束，但它带来的伤害却永远无法磨灭。第二天，安全区里恢复了平静，幸存者们开始收拾东西，准备返回自己的住所。我和林默老夫妻也收拾好了行李，准备离开安全区。楚小姐、林先生、爷爷奶奶，祝你们一路顺风。谢谢陈队长，也祝你一切顺利。我们告别了陈峰，坐上了前往小区的车辆。回到小区时，这里已经被清理干净，丧尸的尸体都被运走了，街道上也恢复了往日的整洁。我看着熟悉的小区，心里五味杂陈。这里是我上一世死亡的地方，也是我这一世重生的地。我们回到了超市，打开大门，里面的物资都完好无损。小姑娘，我们打算回老家看看，你呢？我想留在这里，重新开始我的生活。楚小姐，我也留下来陪你。老夫妻点了点头，告别了我们，踏上了回老家的路。我和林默留在了超市，开始整理和打扫。就在我们打扫仓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盒子，盒子上没有任何标识。我好奇地打开盒子，里面装着一本日记和一把钥匙。日记的主人是超市的前老板，也就是那对老夫妻的儿子。我翻开日记，里面记录了他对末世的预测和准备。日记里写道，他早就预感到末世即将来临，所以提前囤积了大量物资，还准备了太阳能板和防御设备。他还在日记里提到，小区的地下停车场里有一个秘密仓库，里面存放着更多的物资和武器。钥匙就是打开秘密仓库的钥匙。原来，老夫妻的儿子早就知道末世会来。那我们赶紧去地下停车场看看。我和林默拿着钥匙来到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地下停车场里一片漆黑，我们打开手电筒，小心翼翼地前进。按照日记里的提示，我们找到了秘密仓库的入口，用钥匙打开了大门。秘密仓库里堆满了物资和武器，有大米、面粉、罐头、矿泉水，还有冲锋枪、手榴弹等重型武器。这里的物资和武器足够我们应对任何危机了。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在末世里就更安全了。我们将秘密仓库里的物资和武器搬到了超市，妥善保管起来。接下来的几天，我和林默开始重建超市。我们扩大了超市的规模，增加了商品的种类。超市重新开业后，吸引了很多小区里的幸存者，生意非常火爆。我也渐渐走出了上一世的阴影，变得更加开朗和自信。这天，我正在超市里忙碌，一位熟悉的身影走进了超市。是你。来人是上一世帮过我的一位邻居李叔叔。上一世，他在我被债主追杀时试图保护我，但最终还是被债主杀害了。昭昭，真的是你？你还活着？李叔叔，我还活着。上一世，谢谢你试图保护我。唉，上一世我没能保护好你，心里一直很愧疚。这一世，我终于又见到你了。我和李叔叔聊了很久，他告诉了我很多上一世我不知道的事情。上一世，楚家的人早就知道债主会找上门，所以他们提前逃跑了，还把所有的债务都推到了你身上。我知道，这一世，他们已经付出了应有的代价。李叔叔点了点头，开始在超市里挑选商品。就在这时，超市里突然冲进几个陌生人，他们手里拿着武器，脸上带着凶狠的表情。把超市里的物资和武器都交出来，否则我们就杀了你们。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抢我的东西？我们是之前武装分子的同伙，今天是来为他们报仇的。我和林默对视一眼，心里没有丝毫畏惧。就凭你们还想报仇？我和林默举起武器，朝着陌生人冲去。这些陌生人的战斗力远不如之前的武装分子，我们很快就将他们制服。求求你们，放了我们吧！放了你们？你们为非作歹，残害了那么多幸存者，现在说放就放？我打电话通知了救援队员，将这些陌生人交给了他们处理。经过这件事，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末世虽然即将结束，但人性的恶并没有消失。我和林默决定要利用秘密仓库里的武器和物资，保护小区里的幸存者，让大家都能安全的生活。我们组织了小区里的年轻幸存者，成立了巡逻队，负责小区的安全。我还在超市里设立了物资分配点，为小区里的困难户提供免费的物资。小区里的幸存者们都非常感激我们，大家互帮互助，共同重建家园。
就在小区里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时，我收到了一条神秘的短信。短信内容：楚昭昭，恭喜你在末世里活了下来，但这并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我看着神秘短信，心里充满了疑惑。发送短信的号码是未知的，没有任何线索。楚小姐，是谁发来的短信？不知道，但这个人好像很了解我。我尝试回复短信，但对方没有任何回应。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被神秘短信的事情困扰着，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暗中盯着我。这天，我正在超市里整理物资，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超市门口徘徊。我仔细一看，居然是上一世的债主，他居然还活着。怎么会是他？楚小姐，怎么了？上一世的债主，他还活着。我赶紧躲到货架后面，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债主在超市门口徘徊了很久，然后转身离开了。楚小姐，我们要不要追上去？不用，他现在还不知道我在这里。我们先观察一段时间。接下来的几天，债主每天都会在超市门口徘徊，显然是在打探情况。我知道他肯定是为了我手里的物资和奖金而来。楚小姐，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主动出击。好，我们设一个陷阱，引他进来。我和林墨在超市里设好了陷阱，然后故意将超市的大门打开，露出里面的物资。债主果然上当了，他以为超市里没人，偷偷溜了进来。他刚走进超市，就触发了陷阱，脚下的地板突然塌陷，他掉进了大坑里。啊！什么东西？债主，好久不见。债主抬头一看，看到了我和林墨，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楚昭昭，你居然还活着！托你的福，我不仅活着，还活得很好。你放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上一世，你把我砍死在家里，抢走了我的一切，现在说不敢了。我想起上一世的痛苦和绝望，心里的恨意再次涌上心头。楚小姐，杀了他，为上一世的自己报仇。我举起狼牙棒想要砸下去，但就在这时，我犹豫了。杀了他，我就能为上一世的自己报仇，但这样，我和他又有什么区别？我不杀你，但我也不会放你走。我打电话通知了救援队员，将债主交给了他们处理。救援队员带走债主后，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我看着窗外的阳光，心里豁然开朗。上一世的仇恨已经了结，我没必要再被仇恨束缚。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再次响起，是神秘短信的发送者打来的电话。楚昭昭，你很明智，没有杀债主。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一直盯着我？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已经通过了考验。什么考验？人性的考验。在末世里，很多人都会被仇恨和贪婪蒙蔽双眼，但你没有，你守住了自己的底线。神秘人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我看着手机，心里充满了疑惑。这个神秘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考验我？就在我疑惑不解的时候，超市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看起来温文尔雅。白色西装男人走进超市，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楚小姐，你好，我是神秘短信的发送者，也是这场末世的幕后推手。什么？你是末世的幕后推手？没错，我是一名科学家，我研究出了一种能引发末世的病毒，目的就是为了筛选出真正的强者。你这个疯子，你知道这场末世害死了多少人吗？我知道，但只有经过末世的洗礼，人类才能变得更加强大和团结。在这场末世里，很多人都暴露了自己的自私和贪婪，只有少数人守住了人性的底线，你就是其中之一。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团队，一起重建世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不会加入你的团队。你用病毒残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人，我不会和你同流合污。楚小姐，你再考虑考虑，我的团队里有最先进的技术和最优秀的人才，我们能让你拥有无上的权利和财富。不用考虑了，我拒绝。男人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男人拍了拍手，几名穿着黑色西装的保镖从外面冲了进来，手里拿着武器。楚小姐小心！我和林墨举起武器，与保镖们展开了战斗。保镖们的战斗力很强，但我们有秘密仓库里的武器，并不畏惧他们。我拿起冲锋枪朝着保镖们射击，林墨则挥舞着消防斧，砍倒了冲在最前面的几名保镖。废物，连2个人都搞不定。男人亲自冲了上来，
他的速度和力量都远超常人，显然也注射了病毒。男人一拳砸向我，我侧身避开，举起狼牙棒朝着他的肩膀砸去。哼，这点力气还想伤我？男人一把抓住狼牙棒，用力一扯，将狼牙棒夺了过去，扔在地上。楚小姐，林默冲过来，朝着男人的后背砍去。男人转身一脚将林默踹飞出去。林默，我看着受伤的林默，心里涌起一股怒火，举起弩箭，瞄准男人的眼睛射去。男人侧身避开，弩箭擦着他的脸颊飞过。你的反应很快，但还不够。男人朝着我扑来，我快速后退，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手榴弹，拉开引线。你别过来，否则我就引爆手榴弹，我们同归于尽。你不敢？你看我敢不敢？我举起手榴弹，做出要扔出去的样子。住手！我们有话好好说。就在这时，救援队员们冲了进来，他们接到了林默之前发出的求救信号。不许动，放下武器。男人看着救援队员们手里的武器，脸上露出了绝望的表情。我不甘心，我的实验还没有完成。救援队员们冲上去，将男人和剩下的保镖制服。楚小姐，林先生，你们没事吧？我们没事，谢谢你们。救援队员们带走了男人和保镖，这场危机终于结束了。我走到林默身边，扶起他。林默，你怎么样？我没事，只是一点皮外伤。我们回到了超市，看着彼此狼狈的样子，都笑了起来。3个月后，城市彻底恢复了正常，电力、供水、通讯都恢复了，人们也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我的超市生意越来越红火，成为了小区里最受欢迎的超市。我和林默也走到了一起，我们一起经营超市，一起规划未来。我打开手机银行，银行卡里的余额还有300万。这一世，我不仅救了自己，还收获了爱情和友情，摆脱了上一世的阴影。我站在超市的阳台上，看着窗外的阳光，心里充满了幸福和满足。上一世的痛苦和绝望已经成为过去，从今往后，我会好好生活。